今天要来做在台湾常见的日式小吃大阪烧，利用控制山药的比例让口感更好吃，还要加入神奇的粉末让味道更棒哦。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我是 Chris。Hello， 我是 Chris。影片开始之前，请按一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拜托拜托开铃铛。这边。这是由我为各位打造的第一把刀，克里斯8寸主厨刀。这是一把专业级别的厨刀，不只能够在家庭厨房使用，甚至拿到餐厅工作也绰绰有余。刀型为西式主厨刀，刃长8寸，即205毫米，是一般家庭最通用的长度。特征为刀尖上扬，且刀刃前端圆弧，这代表着除了能一般切割食材，刀尖也能完成较精细的刀工。使用的核心钢材为 VG10 不锈钢，这是一种性能优异的高碳钢，有着良好的金属强度及耐久度，弱势硬度为60到62 HRC， 可达到非常好且持久的锐利度，受到许多厨师及刀具爱好者的喜爱。加上外层包着304不锈钢，用以保护核心钢材，使得清洁维护上也相当容易。刀柄材质为玻璃纤维，这是一种结构轻巧且坚固的无机纤维材质，有着非常好的耐高温及耐酸碱特性，而且止滑性不错。从头到尾的细节都由我亲自筛选把关，把专业级别的性能放到家庭厨房，它会是陪伴你很久的一把好刀。大阪烧虽说是 B 级美食，但要做到面面俱到却不容易。细想一般看到的大阪烧制作流程大多是材料跟面糊拌一拌倒进锅里煎得很漂亮，再来个帅气的翻面，最后涂上一层酱汁，挤上美乃滋还有海苔菜玉巴拉巴拉的，能想象到这些你就成功一半了。我们可以拆成2部分来制作，面糊还有酱汁。网络上找到的食谱大多会教你加入鸡蛋、面粉还有山药，是的，就是这么简单。但我今天要让你了解加入山药影响有多大。面糊里的主要食材是高丽菜，其余不管什么葱、姜、蒜还是海鲜都是自由发挥哦。今天我就加透抽，这是 CP 值蛮高的选择。搞定这些还算简单，接下来是酱汁，以番茄酱还有醋为主调。这看起来跟以前做过的猪排酱有一点点相似，不过这都是口味的喜好而已，没有一定的规则啦。好不容易搞定那些琐事，最后上面还要放上这些，这是 Q 比美乃滋，记得只有这个绝对没办法替换成一般美乃滋哦，它是蛋黄美乃滋，有着特殊的咸香风味。柴鱼片要用细的，我在全联只能买到这种，算勉勉强强啦，能飘得起来就好。好，张罗了这么多食材，肯定劝退一半人啊！呀嘞，这拿你没办法，来吧。其实我用过烧肉酱也不错啦，帮你省一道工。在你出门张罗食材之前，我强烈建议你先在家练习这个帅气的翻面。虽然说很多方式可以取代啦，最简单就是倒在盘子里再倒回来，但是你的大阪烧就少了一个帅气的味道。帅气的味道。准备一条湿毛巾，要湿的哦，这会比较符合现实中食材的重量。把它折整齐放在砧板上。练习步骤1：张开你的右手或者惯用手，把毛巾托在右手上，然后翻面，这样子直接转，自然就会掉下来了。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得往上抬起，在空中做一个翻转的动作，像在盖牌一样，把毛巾盖在砧板上。记得不要让毛巾离开手掉到砧板上，直到你习惯这个动作为止。这就是第一步。练习步骤2：用铲子代替你的右手，把毛巾放上去，重复刚刚的动作，一样不让铲子离开毛巾掉下来哦。向上抛，在空中翻转压下来，也能顺便追加用铲子铲起来的动作。好，步骤2结束，接下来换平底锅上场。毛巾记得要折好哦，因为现实中你的食材不会像一坨咸菜干一样，应该吧？由于平底锅的空间有限，用铲子铲进去会像这样子。没有受力的另外一边会自然垂下来，这个状态下往下翻肯定会一塌糊涂。所以步骤3我们要练习的是用另一只手托着毛巾，连同铲子跟毛巾往上抛，抛到最高点再进行翻转，像这样子。这样毛巾整个过程就会保持平坦状态啦。
用手练习很快就抓到诀窍了，多反复操作记得这个手感。所以最后步骤4，移到平底锅实现前面的动作。11，这么简单，再看一次，铲下去，锅子、铲子、毛巾一同往上抛，在最高点的时候来个180度翻转，完美落地，而不是落锅。记得只要3者同时往上抛，成功率就有80%了。如果3者同步率太低，就会像这样子。这无疑是让你的大阪烧吃了一记炸弹摔哦。在你抓到手感以后，再慢慢把抛接的高度调降，因为高度越高，食材落下的冲击力也越大。不仅食材会摔得支离破碎，上面没有凝固的面糊，甚至锅里的热油都可能会往外喷溅哦。好啦，4个步骤半日练成，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功哦，很多料理情境都会用到。记得3个口诀：上抛、翻转、落地。来，我说的那个酱汁在这里，比例我写在后面给各位参考。其实跟猪排酱的风格大同小异，概念跟我们台式的藕肉有点类似，都有不同的衍生做法。像是梅林，你也可以用伍斯特醋或者是 A1 替换，它们都有着类似的风味。而大阪烧酱的做法会加入比较多的水，煮开以后再加入太白粉勾芡，转小火慢慢煮哦，火太大很容易让锅边烧焦。微滚就可以关火，加入芡汁，一样我比例也是抓刚刚好了。芡汁搅散以后再开小火，慢慢加热，让浓稠度定型。边缘微滚的时候就关火，如果滚飞起来很容易结块哦。好啦，我说的那个酱汁就完成了。刚煮好的浓稠度是这样子，冷却的话会更浓稠。放冰箱大约2周内用完。我喜欢在美式卖场买一整只的日本山药，真空包装，品质价格都不错。当然传统市场也是可以零卖，可以切指定长度给你。山药总是会伴随很多保存用的木屑，所以第一次买的朋友不用担心，洗一洗就好。再来是考虑你日后的用途，如果你这1周内会频繁的吃山药，就把那一部分留下来，要吃多少再削多少就好，这部分留给你自己决定就好。如果你想省事一点，就像我一样，全部削皮冷冻保存。由于山药很滑，所以我提供几个削皮方式给各位参考。第一种是直接拿削皮刀削，有皮的地方抓着当然没问题，没有皮的时候用手指扣着前端还能稍微止滑，但如果手太笨，怎么样也抓不好，可以这样垫一张擦手纸还不错。哦对了，我忘记有些人对山药会过敏，那就戴上手套吧，至少我是没这个困扰啦，就不戴咯。但我最喜欢的削皮方式还是直接拿主厨刀削，黏滑的触感加上锐利的刀锋，会让削皮的过程更加丝滑顺畅，比起用削皮刀更加省力，不用担心山药打滑喷掉。但我还是不鼓励新手操作啦。好了，这个是刚刚用削皮刀削的，那这个是主厨刀削的，很明显主厨刀削过的切口比较利落，而且有损伤的部位可以单独做处理，不用像削皮刀一样一层一层削到底。削好的山药对半剖开，放进夹链袋，放进冷冻保存，要吃多少再拿多少出来退冰，大概2-3个月都不是问题哦。这是我之前冷冻保存的，长这样子，没什么差别，就是白色一块。虽然手边有鲜鲜的，但我还是拿一块冷冻的示范给你们看。来，退冰后就长这样子，盒子里面有很多你们熟悉的润滑的黏液是很正常的，这是山药冷冻后脱出来的水分，把它剪小块一点，连同盒子里所有的黏液倒进调理机，打碎它。要不时检查哦，很容易会有漏网之鱼，因为真的很滑啊。好啦，这样山药泥就完成了。其实冷冻后退冰跟新鲜的打起来都没有什么区别哦。剥掉外层的老叶，沿着菜梗分为上下2半部，纵切约1根手指宽度，用左手食指当辅助，可以让食材更稳定。转过来，继续切成等宽的片状。下半部我们沿着菜梗中心切下2片，比照前面的大小切片。靠近菜梗的地方尽量切哦，反正都是切小片的，口感不会太差。这里也不要放过，中间开1刀，再切片。好啦，榨干了，在流动的清水下洗大约10分钟，建议直接用蔬菜脱水机洗。我们待会还要脱干水分，透抽，
大部分的使用我都会要求你们把皮撕掉，这不是不能吃，只是在烹煮过程很容易粘锅，或者改变你料理的颜色，除非你不介意，或者今天是要整只拿来烤，剖开来，内侧的黏膜刮干净，煮熟后的透抽会朝这个方向卷起来，所以我们先横向改刀，宽度大约做到2个指节好了，再叠起来纵向切成条状，切成这么小条它就没办法卷啦，做完再改几刀就好。好啦，一只市场买160块，分切出来量还蛮多的，所以我才说 CP 值高哦。放冰箱冷藏大约3天内用完。要让你的大阪烧很有味道，可不能光靠酱汁跟美乃滋啊，我们得在面糊下点功夫。放心啦，这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这本来就是我在美式卖场买的，要来当下酒的小零食，只是买回来才发现实在太扎嘴了。听这声音，我牙口不好，实在没法吃啊，所以直接把它打成粉当调味料了。那你们平常用小鱼干也可以，用简单的手持调理棒附件就可以打碎了。先说明一下，这种调理盆不是用来打粉用的，它的刀片设计明显就是用来斩碎，在运转的过程，尤其是干燥的食材，很容易飞起来。相对的研磨罐的刀片就长得完全不一样，它具有一定的厚度，工作原理是以撞击为主，而且几乎处于水平状态，食材比较不容易向上飞起来。但毕竟这都是简易的配件啊，能做到的效果仍然有限，顶多这种扎嘴零食打成粉不是问题。我示范用小鱼干加上切碎盆，这会比较贴近你们日常使用的状况。See， 这不就飞起来了？总之就是不断的点放，尽可能打碎。好啦，其实成果不差啦，打开就有浓浓的小鱼味啊。另外，这是用研磨罐做出来的小鱼干粉给你们参考，是有比较细没错，但是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毕竟小鱼干本来就不扎嘴。好啦，这就是3种状态的小鱼干粉给你们参考哦。最左边的是扎嘴零食，中间跟右边是打得比较细的跟比较粗的小鱼干粉。不管你们加哪一种，都能让你的面糊更有味道哦。就算你什么都没有，没关系，再给你一条活路，烘打起加减用吧。面粉使用前要过筛哦，像我这种买太多用真空保存的，打开后颗粒感会特别重。你可以把调理盆跟滤网放在一起扣重，把要用的面粉测量好再进行过筛。我这边示范的是1人份，比例一样会写在后面，各位再依照需求增减备量就好。加入山药泥，还有扎嘴鱼干粉、白胡椒粉，要加盐哦，因为那些小鱼干粉本身是没有咸度的。再加水搅拌混合均匀，前期会感觉有点干，但是由于山药泥富含水分，所以搅拌几下后，你会发现很快就拌开了。加上面粉也过筛过，搅拌过程比较不容易结块。好啦，达到这个浓稠度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准备2个对照组，给各位看看山药对成品的影响。这边我准备了3碗高丽菜跟蛋汁都一样的量，面糊分别为 A 没有山药， B 山药小于面粉，也就是这一次做的版本， C 山药大于面粉。浓稠度尽可能调整为一致，两面各煎3分钟。从前面明显看得出 A、B 两组比较厚， C 组比较扁塌，这不是因为压得比较扁哦，这是山药比较多的情况下，面糊下锅自然就滑落摊开了。触感的软硬度则是 A 大于 B 大于 C。实际试过，我觉得 C 组更软更好吃，但由于它组织最软，做出来的成品就没那么挺，所以我最后才选择了 B 组。而 A 组也不是表现最差，因为在没有山药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添加其他淀粉改善口感。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再来做一集。抓一把高丽菜，大约80公克，这给你们参考用的，你们不用称啦。打1颗蛋，然后就是自由加料时间，譬如这一个蟹肉棒，哦不对，更正，蟹肉风味棒，毕竟它是鱼浆做的啊，各位都很熟悉啦，就是你们小时候常连包装一起煮下去的那一个。B 级美食加这个最赞了，颜色漂亮又有味道。搅拌的方式要从底下捞起来盖上去，小心别让高丽菜受到太多挤压，不然容易出水，你的面糊会变得很稀。面糊在你下锅前最后再加进去就好，因为面糊里面有盐，太早拌的话高丽菜也会出水。先把透抽煎起来，多下点没关系哦，今天你就是老板。下锅后转中小火慢慢煎，观察边缘微焦的时候就可以翻面了。这一步是要让食材煎出香气，这样子等一下拌在面糊里面煎会更有风味，也不怕没熟。
煎到两面都焦香上色后，就可以起锅了，直接放到刚刚的菜碗里面。现在就可以倒入面糊了。第一次制作，你可以一边搅拌一边观察蛋液的状况。像这样子蛋液能流下来，表示面糊太少，你就得多加点面糊，直到蛋液像这样的浓稠度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要大量制作，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判别浓稠度。如果你刚刚煎透抽的油够多，这边就不用再下了。等锅热，转小火下锅，把食材往锅子的正中间倒下去，计时器按正走，放在旁边参考。慢慢的把中间的高丽菜拨开，尽可能让高度平均一点。拿2只锅铲像这样子，用一个 V 字形把边边向中间收拢。如果你没有我这种铁板烧铲，也可以用一般的锅铲哦。总之就慢慢把它整成圆形就对了。我故意漏点醋丸在旁边，烙的海鲜料很有存在感。差不多3分钟，锅底的面糊也渐渐成型，变得扎实，是时候翻面了。记得我前面教的口诀吗？ Say no， 上抛翻转落地。看吧，是不是很简单？恭喜你又学会一个值得炫耀的技能。翻面后就没事干啦，一样等它煎3分钟。煎得真漂亮啊！你这醋丸也太有存在感了吧！3分钟到就可以测试一下温度，可以用铁叉往中心点的一半插进去，斜插哦。怎么不太烫？好啦，这样就完成了。盛盘前我会建议先来到砧板上切块，这样最后在吃的时候比较好夹。顺便看看断面，有菜有料，再移到盘子上，涂上一层酱汁。美乃滋原装的开口是算比较大的，你要挤出细细的线条，得另外买专用的挤压瓶，或者是放在袋子里面挤。不过我有另一种烧包的做法，画个圈圈，对，像蚊香一样，画进来，再画出去，够烧包吧？年轻时在咖啡店学到的无聊技能终于派上用场了。再撒点海苔粉，柴鱼片。好啦，一道烧包的宵夜大阪烧就完成了。其实只要掌握面糊还有煎的技巧，口味上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哦。除了内馅可以用不同的海鲜或肉类，酱汁也可以随意发挥。举例鸡肉可以搭个照烧酱，各位可以多尝试看看哦。哇，料超多，这就是帅气的味道啊！ Apart for far too long. At last, London's